今天开山劈石，终于完成了这段湖边宝坎的改造。湖边宝坎从这样变成了这样，现在左侧已经只剩下靠近山崖这段了。这个位置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两面都是落差超过5米的石崖，不是因为石层基础的原因，可能早已经被湖水侵蚀。我计划根据湖边宝坎的水平高度延伸到这块区域，这里的地势要高于湖边的其他地方，先填些泥土把坡度减缓。为了方便推车通行，找了木板垫在下面，也可以避免陷车。之前挖别人墙角拉回来的石料也所剩无几，这些条石大小尺寸各不相同，为了方便运输和使用，先对其进行分解。现在石头搬运的问题解决了，下一步就可以挖出宝坎的地基。这块区域的形状并不规则，还有一处接近90度的转角，只能因地制宜挖出地基的大致外轮廓。转角处我想砌成圆弧的形状，就用铁链做了个简易的弧形引导线。万事俱备，现在就可以搅拌混凝土，开始我们的宝坎砌筑了。因为地势呈现左高右低的走势，基础找平很关键。最下面垫上一层混凝土后，再用石头填充到内部，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在填充上沙灰缝隙覆盖平整。现在就可以找些偏大的石头，先把基础轮廓线砌出来了。这段宝坎虽然不会被湖水淹没，但为了基础结构的稳定性，就地取材用山坡之前挖出来相对规整的石头作为地基。这些石料分解之后，质量虽然变小，但是每一块尺寸宽度都较大，作为基础埋在地下，增加了稳定性，也为宝坎提供了可靠的支撑。基础找平后，就可以开始垒砌宝坎了。受地形条件的限制，这段宝坎基本都是呈现弯曲的形状，无论多长的条石遇到这样的形状，也只能分解成小块的，才能拼接出弯曲的效果。转弯处的圆弧是这次改造的难点，没有经验的我想要砌出90度的圆弧，看来只能用魔法了。有时候打败魔法的办法也只能是魔法了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不要拿改造开玩笑，魔法加持出来的效果还是肉眼可见的。攻克了改造的难点，宝坎就砌过转角2米左右，并没有靠近山体。第二层就要费劲很多，条石要先抬到适合的位置进行比对，确定合适后才用沙灰进行固定。如果遇到有凹凸不平的地方，还要先打磨平整。就这样持续干到了晚上，也没有砌好几块。宝坎之所以砌来不靠近山体，就是因为枯水期山崖下面有块天然的草地，家禽刚好可以在这里生活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云股东已经发现了，这里就是之前给小动物们做庇护所的地方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小动物们已经长这么大了，除了兔子，其他的长势都还不错，鸭子也开始在生蛋了。之前4只小兔子掉了1只，背着你们吃了2只，眼影兔和黑白双煞成功繁衍生息。第一次生了7只小兔子，因为我缺乏经验和管理，被鸭子给吃掉了。上个月又生了5只，这次怕出现意外，出生就寄养到亲戚家了。等之后这里改造成型了再接回来。总体来说，鸡鸭比兔子更好散养，也不用怎么管理，但是兔肉的口感还是没话说。宝坎的末端靠近庇护所，为了方便之后对小动物们的管理，找了一块石槽固定到了这里。现在给各位云股东汇报一下我们的改造进度。这次趁着枯水期，我们把湖边左侧这段宝坎全部改造完成了。这是我参考的湖边预想效果，房屋无论是地理条件还是自然资源和这个比较相似，湖水正常的水位线差不多也在宝坎的这个位置。之所以加高宝坎，一方面是为了湖边能有这样的效果，另一方面我们把山坡的泥土回填下来，就可以让这块区域的地势变得更平整，从而利用的空间也变得更大，这样我们湖边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